甘草扶着腰从昏暗的土坯房里出来，身上沾着稻草的碎屑。看到外面举着铁锹、锄头就要打起来的人，一阵头大。堂堂玄衣世家传人，竟然穿成了一个农家女。甘草，甘云站在中间为难，突然看到甘草要偷偷溜走。本来要开价的人听到甘云这样喊，齐齐地看了过来，一脸的惊恐。诈尸？三姐。甘草笑得比哭都难看。原主抢的就是她三姐的丈夫，现在最为难的是她三姐。你甘云确定是甘草，也被吓到了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是神啊！甘草甩了下手臂，故作轻松。要不现在再来一块陨石把他砸死吧。头发凌乱的朱氏挤了过来，指着甘草就破口大骂：是这个贱蹄子勾引我儿子，还寻死觅活的要埋到我们陈家祖坟，什么阿杂东西！要是我生的，我直接给按尿盆里淹死！甘家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他们把甘草抬回家的时候，真的已经没气了，身子都凉了，怎么会没死？这个时候，甘草的奶奶柳氏也挤了过来。草儿，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柳氏也知道今天的事不好收场。草儿，你别怕，咱奶奶在这儿呢。你到底是谁家人？你这个烂骚货，还敢管我家的事？你骂谁呢？杜氏跑过来就要和朱氏打。当初你们陈家求娶我家云儿的时候，说的千好万好，你现在是怎么对我女儿的？骂你们怎么了？你们一家子都不要脸，想往我儿子床上爬！朱氏越骂越难听。杜氏显然骂不过朱氏，直接去揪朱氏的头发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我三姐流产了！他看他三姐疼得那么厉害，就下意识地给他三姐把脉，发现他三姐竟然有身孕。甘草这一声吼，所有都停下来了，看着甘云的裤脚已经在滴血。快找大夫，找稳婆！杜氏看到自己女儿这样，一下子慌了神。赶紧找个干净的地方！甘草慌忙吩咐。阿杂成这样，别进来弄脏了我家的屋子。一直没说话的甘泉过来，直接把朱氏拉开。我女儿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让你赔命！哟，甘云如今是我们陈家的人，就是死了也是由我们陈家说的算。你敢进去试试？甘云是甘家的女儿，真当我们甘家没人了？柳氏也走了过来。我们秋水寨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就看着你欺负我们秋水寨的人。秋水寨的李正这会儿也不好不表态，朱氏这才不敢说话。娘，三姐流血太厉害了，赶紧烧点水来。甘草扶着他三姐躺下。杜氏有些纠结地看了一下甘草，要不是他这个女儿，事情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可是现在甘云的命重要。娘！甘云吃力地叫了一声。娘给你找最好的大夫，你肯定不会有事。别想让我们朱家出一文钱！朱氏在外面叫了起来。三姐，我先帮你把衣服解开。不要！甘云慌忙按着。三姐，再不处理你会没命的。三姐没事儿。什么没事？甘草强行解开他三姐的衣服，整个人都震惊了。三姐外面的衣服还好，里面都是破布拼起来的。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三姐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，青青紫紫的落在一起，看着让人心疼。甘草看到他三姐这样，鼻子也一酸。他三姐在陈家到底吃了多少苦？三姐，我也会一点稳婆。甘草解开他三姐的裤子，更加震惊了。
他姐姐那里竟然有一把锁，这是贞洁锁。男子在外行商，怀疑妻子不忠，便会用这个法子。娘，奶奶。杜氏因为烧水的事正和陈家人争执，柳氏也坐在外面想今天这事怎么收场。李正，快点派人把你媳妇儿找来。李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看柳氏那么凝重，慌忙让一边的人去叫。泽庄李正，你也去把你媳妇儿叫来看看吧。今天这事儿要是不给个说法，老婆子我去县衙击鼓鸣冤。泽庄李正段高山听柳氏这样说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去县衙击鸣冤鼓那肯定是大事。你少在这里吓唬人，我陈家人可不是吓大的。钥匙拿来。什么钥匙？你不拿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稳婆来了，稳婆来了。后面有人叫，里面甘草正要施救，听到稳婆来了，只好让在一边。毕竟原主除了长得漂亮就是一个草包，突然会医术了会让人怀疑。哎呦，哪个挨千刀的给人用这阴损的玩意儿？稳婆也只是听说过这东西，还是第一次见。快救救我女儿！杜氏哀求。稳婆熟练地查看了一番，表情立马凝重起来。她这身子本来就亏得厉害，又喝了求子的药，现在这大出血怕是止不住了。什么？稳婆的声音不小，外面围着的人也听了七七八八，然后都看向朱氏。谁知道她怀孕了？她的声音越来越响。柳氏冷哼，自家的牲口怕都不舍得这样打。连泽庄的人也都这样以为，这朱氏平时在外面千好万好的，没想到竟然这样苛待自己的儿媳妇。真的没办法了吗？镇上的大夫可能有办法，那要花很多钱。稳婆不确定地说。我可怜的女儿。杜氏扑在甘云身上哭。甘云这会儿已经虚弱的说不出话来了。娘，我来试试。甘草也不隐藏了。娘去烧开水，煮点吃的，红糖水、鸡蛋都行。小丫头，这可是人命，你不要乱动。稳婆提醒。三姐，你忍着点。甘草说着，手握成凤眼拳，开始压血。甘云已经意识模糊，还是疼得动了一下。大约过去了2刻钟，甘云的大出血总算是止住了。甘草试了一下脉象，虽然虚弱，但是平稳了。哎呦，这比镇上的大夫都厉害。甘草累得满头大汗，坐在一边的草凳上歇息。杜氏端着红糖水进来，看了甘草一眼。这是他女儿吗？娘，喂三姐喝了，再给三姐擦擦身子，咱们商量商量这件事该咋办。甘草下意识地说。杜氏也知道不能让他女儿再在朱家待了，早晚会没命。段高山的媳妇赵氏也来了，看到甘云身上的伤，痛骂朱家母子真不是东西。李张媳妇苗氏也来了，看到甘云的情况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秋水寨出来的女儿，就让你们泽庄这么欺负的？苗氏劈头就问赵氏。我也是刚知道。两位婶子，情况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三姐得休息，你们出去商量商量。甘草看他们离开，在屋子里找来找去。你找什么？娘，先把这锁打开。甘草让他娘站在一边挡着，这锁做得粗糙，甘草没用多长时间就给打开了，只是这伤要慢慢的恢复。娘，我们把三姐带回去吧。娘也想，可是他们都这样对三姐了，以后三姐还有活路吗？甘草是嫉恶如仇的性子。你可想过，
陈家不会轻易放你三姐走，就是你的事他们也会追究，到时候我们甘家怎么办？甘草只想着救人，倒把自己的事给忘了。他婶子，大雷媳妇儿怎么样了？赵氏从外面进来，命是保住了。哎，这事儿的确是陈家做的不对，但是谁不是从媳妇儿过来的？你也是从咱们泽庄出去的，也不想这件事闹得太厉害吧？段家嫂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从泽庄出去的，我就不用管自己女儿死活了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赵氏说着看了一眼甘草。哎呀，你这小女儿做的事也上不了台面不是？杜氏一听就弱了气势。我做的事怎么就上不了台面了？甘草立马理直气壮。就在刚才，他想一定要把他三姐带回去。如今他生在原主身上，那原主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。若是处理不好，自己以后也没法做人。要不是你把陈大雷骗走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这事咱们就要好好理论理论了。那陈大雷是现在才做这种畜生事的吗？这是人家夫妻的事，你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。赵氏对甘草是理直气壮。行，今天话说到这里了，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。娘，照看好三姐。赵氏想，甘家这妖女是不是疯了？出去不怕丢人啊？屋子就这么小，赵氏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甘草给拉出去了。我知道你们都说是我拐走了陈大雷。甘草出了屋子，振振有词。可那都是为了我三姐。我知道陈大雷和他娘总是欺负我三姐，但是你们都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，我三姐一点活路都没有。所以我就在想，陈大雷不在家了，就没有人打我三姐了。现在你们都看见了，他们陈家根本不把我三姐当人，我三姐今天必须离婚。啊？离婚？离婚？离婚？周围的人皱眉，想着离婚是什么？合理，草儿说的对，我们甘家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姑娘，让他们和离。柳氏也想过了，若是云儿的事情接过，那草儿的事情就不好说了。现在草儿做这些都是为了云儿了，那事情就变得简单。嫂子，都说宁毁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，这是何必呢？那就可以杀一个人。柳氏质问。我孙女怀着他们陈家的孩子都被这么苛待，能活到现在是她命大。众人听到柳氏这样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我不答应。朱氏又跳了起来。你们甘家可是收了我们陈家的彩礼的。这样说来，我三姐现在还是你们陈家的人？甘草问道。那是自然。朱氏得意，她就是要把甘云死死地攥在手里，让这个死女人让她丢这么大的人。那把诊金算一下吧。婆婆，这样的情况，若想要救活，需要花多少诊金？少说3、5两。稳婆立马说。看在是亲家的份上，收你3两，现在给。那是你姐，你救她是应该，凭什么让我们出钱？你们泽庄的人都是这么不要脸的吗？甘草看向泽庄李正，说人是自家的，看病又不愿意给钱，以后怕是没有大夫敢给你们泽庄的人看病了。段高山有点反应不过来，这怎么又扯到他们泽庄的头上了？陈家是陈家，可不是我们泽庄。那陈家可是泽庄的人，物以类聚。甘草不依不饶。柳氏狐疑地看着甘草，她这孙女今天怎么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？快点给钱！甘草逼迫朱氏，反正秋水寨的人都在这里，他也不怕这陈家敢怎么样。朱氏看泽庄的人也不帮他说话，直接往地上一坐。我不活了！你们甘家的人就是欺负我一个富人家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要是不给呢，我就找你儿子要。反正你儿子是个伙计，总要去做事的。
你说到时候你儿子的掌柜知道你儿子做了这样的事，一生气就不顾你儿子，那他就……你敢！朱氏直接跳了起来。他儿子在镇上做事，是个体面的伙计，这是他在泽庄最大的荣耀。我怎么不敢？你都敢不付诊金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没钱！朱氏一口咬定。娘，陈家给我三姐的彩礼一共是多少银子？折算下来不到2两。柳氏直接回答。杜氏点头。是一些鸡鸭鱼肉，还有布匹绒花。那他3年吃我家的住我家的。朱氏算账。你闭嘴吧！我三姐这3年在你家做牛做马，不为你要工钱就不错了。朱氏立马闭嘴。一般义士哪儿有女子说话的份儿？段理正。甘草看向泽庄李正。今天我三姐要是能顺顺当当的和离了，我们甘家吃点亏，我的诊金就抵当初陈家给的嫁妆。说今天陈家胡搅蛮缠，也别怪我们甘家蛮不讲理，到时候去县衙让关老爷断下这家务事。这事好商量，不要动辄就去告状，那可是要挨杀威棒的。朝廷规定，凡击鼓鸣冤者，要先受10杀威棒以正其冤。说白了，就是如果你连10大板都不想挨，能有什么冤情？甘草有点懵，原主没这方面的知识啊。挨20杀威棒又如何？我这老骨头还能为自家孙辈做点事儿。段高山头大，这甘家人都是疯子。那朱氏眼珠乱转，今天若是李正不给他撑腰，怕是真要让甘家把人带回去。谁？甘草看到有人在外面探头探脑，众人扭头。陈大雷看到被发现，拔腿就跑。陈大雷！甘荣和甘茂立马追了过去。他2个当哥哥的也对不住三妹，让三妹受这么多的苦。很快陈大雷就被拎回来。这边段高山和赵氏也商量好了。陈大雷，你虐打甘氏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自己的媳妇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陈大雷不以为然。甘荣和甘茂听到陈大雷这样说，直接拳打脚踢。天爷呀，这是要出人命了！甘荣、甘茂，李章也叫着他们。现在说事儿呢。甘荣和甘茂这才住手。甘家人如今一定要和离，你可愿意？凭什么呀？陈大雷反射性地说。陈大雷，别以为我姐嫁给你了，你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甘草怒道。陈大雷长得贼眉鼠眼，看着卑躬屈膝，也就是一个窝里横。原主这眼是出气儿的吗？鬼啊！鬼！他一定是鬼！哼，你这是亏心事做多了，太阳下面都怕鬼。刚才甘草给原主擦了屁股，如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三姐。段高山看着陈大雷这窝囊的样子。你若不和甘氏和离，甘家要到县衙去告你，你看着办。他们敢吗？那你试试。甘草盯着陈大雷。还有，你家欠我的3两银子先还一下。什么3两银子？陈大雷不知道这件事。众人一番说道，陈大雷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彩礼说过了，那我甘家的嫁妆也要带回去。这个应。段高山点头。不行。朱氏很坚决地反对。朱氏，你也是我们泽庄的人，哪有和离了霸着别人嫁妆的道理？这件事我做主了，让甘家把嫁妆带回去。不管朱氏怎么哭闹，杜氏带人把甘云的嫁妆找出来。这一找又尴尬了。甘家给甘云准备了桌子、柜子、洗脸架，这些东西都在朱氏的房间里找出来了。泽庄的人实在没眼看了，也都不搭理陈家。有2个村子的李正在，当即签了和离书。
甘家带着甘云和甘云的嫁妆离开，如今都回家了，都开始冷静了下来。曹氏和林氏也不敢问三姑娘怎么回来了，一声不吭地去做饭。杜氏一个劲儿地叹气：“娘，三姐不会有事。”姑姑，甘烟儿趴在门槛上谨慎地叫了一声：“祖奶奶叫你呢。”甘烟儿说完就跑。甘草想到他那个有些与众不同的奶奶，这个时候叫他有什么事？甘草只好硬着头皮过去。甘家的房子不多，柳氏一个人住在东上房，还算宽敞。奶奶，你找我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甘草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这是人老成精吗？你怎么会医术？柳氏最好奇的是这个。我也不知道。甘草只能装傻。就是我摔倒之后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，他教了我这些，我以为是一个梦，结果还真会了。这事儿你不要和别人说，这样的机缘不是谁都会遇到的。好。柳氏叹气：“今天这事儿闹成了这样，就算我们甘家占理，你的名声也毁了，以后想找个好人家也不容易，有点本事傍身，日子能过得好一点。”我记住了。你去吧，这2天不要出门。好。娘，点个灯吧。又不干活，点什么灯啊？从到甘家到躺床上，他觉得自己经历了99、81难。怎么不脱衣服啊？甘云已经醒了。甘草看着门上的缝儿都快比窗棂宽了，这让他怎么脱衣服？难道他以后要过这样的日子？那他就没个金手指、外挂什么的。三姐。甘草察觉到是他三姐塞过来的鸡蛋，赶紧吃了。甘云醒来之后状态好了很多。你现在身子虚，要多吃点才行。我吃一个就好，这个你吃。三姐，你现在必须养好身体，你要是不吃，我就告诉娘，告诉奶奶。甘云愣住了，这还是那个什么好吃的只想着自己的小妹吗？看来小妹是真的长大了。三姐，你要这样想，你吃好点就能快点好起来，娘他们不用担心了，家里也能好起来。那咱们一人一半。我不饿，我吃过晚饭了，我真的不饿。你说你呀，要是不想姐在陈家，咱们找娘商量商量。三姐又不是一定要在陈家，万一把你搭进去了，三姐可就罪过了。我也没想会这样，我就是试探一下他，没想到真是一个混蛋。三姐没事儿，你是要嫁人的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吃吧。我真不吃。甘草拒绝得很坚决。夜深了，甘家人都没睡安稳。如今这么一闹，甘草怕是不好嫁人了。可能是太累了，甘草竟然睡着了，一直到被外面的鸡鸣声吵醒。巧儿还没起呢。林氏到了厨房，看他大嫂一个人在厨房。家里谁敢收他？曹氏也是无奈。你说奶奶怎么想的呀？真让三姑娘回来了，这以后我们甘家在秋水寨算是抬不起头了。少说2句。曹氏提醒。你说他以前这个看不上的，那个看不上的，那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？林氏没有少说的意思。昨夜我和老儿商量了半宿，不如就趁着这事儿还没有传开，给他找个远点的婆家。杜氏在外面用力地咳嗽了2下。娘，水马上烧好了。你们先去把猪圈清一下，羊牵出去吃草，我来做饭。杜氏说着进厨房。曹氏和林氏只好起身离开。肯定是偷偷的给三姑娘做好吃的，这家里鸡鸭猪羊都是我们的养，那可是
一点油花都没见着呢。你就少说2句吧，三姑娘受了那么大的罪，你要让她吃点好的也是应该的。她的姑娘就是应该的，我们就是活该受罪啊。林氏抱怨了一番。大嫂就没想过分家，奶奶身体还健朗，说什么分家？林氏讨了一个没趣。甘草睡得正香，杜氏推门就进来，看到是他娘，甘草那叫一个崩溃。娘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？赶紧起床去摘点菜回来，一会儿要吃。甘草看着外面昏暗的天光，有点绝望。赶紧的！杜氏又叫了一声。看甘草出去，杜氏从怀里掏出2个煮熟的鸡蛋。玉儿，快起来给吃了。娘，不要给我一个人准备，给彩儿也分一个。她在你奶奶那里没少吃好东西，你这身体亏成这样，要好好补补。你敢用热水洗脸？林氏进院子就看到甘草在用热水洗脸。我看里面烧一大锅，不是洗脸的。这茶是你砍的吗？那水是你挑的吗？天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就知道享受。林氏看到甘草这样就火大。甘家所有的钱都拿去给老四读书就算了，家里还养了一个白吃白喝的。甘草想自己就是用了一点热水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草儿就是用点热水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家人做什么都不是大事儿，和姐夫私奔都当无事发生，这日子不过了。他这一闹，杜氏他们也都从屋子里出来。不过就走。柳氏从上屋出来。杜氏本来想劝说的，听到她婆婆这样说，一声都不敢吭了。林氏，你到我甘家也2、3年了，无所出，我们甘家也没说什么。供老四读书也是全家都同意的，老大和老二也都去过学堂，他们不愿意在学堂，所以才回来的。老四是我们甘家的盼头，以后他出息了，我们甘家就真的抬起头了。你今天这么一闹，不过是草儿惹了事，云儿又回来了，这家里又多了一个人吃饭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家里又多了一个人做事？云儿没出嫁的时候是10里8乡的好姑娘，勤劳踏实，谁不夸一句好啊？如今她遇人不淑，我们甘家就是她的靠山，她就是在甘家一辈子，我们养她一辈子。柳氏掷地有声地说：你只觉得自己嫁给了老二，这家里别人和你没关系，才会总是觉得自己亏了，老二做什么你们都亏了。柳氏分析：既然你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，不过就是。甘草听的是一阵唏嘘，他怎么觉得他这个奶奶不简单呢？林氏听得低头，不敢再说什么。院子里的人都不敢说话，只有家里牲畜发出的声音。好了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林氏若是不想过，回头找李正做见证，就给你休书。柳氏说着转身进屋。林氏哭着跑回自己的屋子里。曹氏摇头叹气，在奶奶眼皮子底下，谁都别想翻出点浪花来。那这水我还能用吗？甘草眼巴巴地看着他娘。洗吧。杜氏也有些无奈。端屋里，让你三姐也擦擦。好。甘草端着水盆就进屋。他进屋的时候，看到他三姐在哭，看到他进来，慌忙擦眼泪。三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疼了？不是，要不是我回来，二嫂也不会这样。这怨我，和三姐没关系。甘草觉得他三姐太敏感了。掺着热水，你赶紧洗个脸。三姐，我跟奶奶说一声，去给你抓些药回来。花那钱干啥呀？我这养几天就好了。还是要吃药。甘草担心不吃药的话，他三姐以后可能不能生孩子了。
等到吃早饭的时候，甘草知道烧那么一大锅水干嘛了，竟然是做早饭的。早饭是菜粥，没多少粮食，大部分都是菜。上午你们把鱼儿的嫁妆抬到他屋子里归置一下。昨天村子里那么多人帮忙，筹划一下，请大家伙吃个饭。杜氏看向甘泉，甘泉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。娘，这请吃饭没个油水不行，家里没钱呐。柳氏想了一下，牵一只羊去卖了吧。奶奶，那我和爹去镇上给三姐抓2副药回来。2副药，1只羊怕是不够。1只羊抓不了2副药，抢钱呢。甘草想也没什么贵重的药，甘家人又都看着甘草。他这昏迷了一次，脑袋是不是坏掉了？云儿的身体养养就好，先把请客的事情办了。好，那我上午就去。甘草想，他娘最心疼三姐，竟然不给三姐抓药。吃过早饭，甘泉就牵着1只羊去镇上卖了。草儿，看着练儿。曹氏在门口招呼了一声。菜架子上豆角再不摘就老了，你去给摘一下。好。甘草起身去拿箩筐。怎么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以前让他做一点事，他都能找100个理由。甘草是想去看看有没有药草，这里的植被很丰富，说不定能凑齐三姐要用的药。草儿，蒋氏不确定地叫了一声。哎呦，还真是草儿。蒋氏有些稀奇地看着甘草。你叔说你抬到泽庄的时候都没气儿了，咋又活了？甘草怎么觉得这人是在看他笑话呢？哎，你和你姐夫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我咋听他们说你三姐还被那个什么了呀？甘草更加确定这人就是在看笑话，还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说说呗。没你舌头这么长，说不了。哎，你骂我长舌妇？哼，你敢做还不让别人说了？别一天天谁都配不上你的样子，你看着以后谁会要你？甘草头也不回地往家走，不想和这些人一般计较。等他回到家里，他爹竟然回来了，还有牵出去的那只羊在院子里拴着。甘泉一声不吭地坐在屋檐下。我挖了一些药草回来，快凑够给三姐用的药了。你进屋看着恋儿，你三姐下不了床。进了屋，三姐，你现在要歇着。我没事儿。甘云一脸担心。河狸的老姑娘回家，头发梢上都透着卑微。咱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咱家卖这头羊，就是为了请村里人吃饭。今天爹出门和他们打招呼，他们都拒绝了。那就不用请了。甘草不觉得这是什么事。傻丫头，这是邻里乡亲都不想搭理我们家了。哎，今天不是商量巡夜的事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草儿。现在全村人都说勾搭姐夫，把云儿害的孩子都没了。甘草瞪大眼睛，他以为这事都过去了。一群男人也天天没事嚼舌根。他是我们甘家的庄稼，估计连野猪也不吃了。不用和他们一起巡夜。哼。三姐，是不是村里人来我们家吃饭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们两个如今这样，村里没人想和我们家来往的，都怕坏了自家孩子的名声，影响嫁娶。那陈家怎么没事儿？这种事情对男人来说就是玩笑，说来打趣，可是会要了女人的命的。两个人小声说着，外面柳氏站了起来。我去找李正说说。到了午饭时间，柳氏黑着脸回来了，显然情况不妙。吃了饭，你们兄弟俩多扎几个草人，咱们自己多去地里看看。娘，小妹真懂事了。她惹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奶奶都护着她，她还想怎么样？
今天你没看你奶奶的脸色，肯定是在李家吃瘪了。也有我的问题，小妹也是为了我。你那小妹嘴里没一句真话，说是为了你，指不定是眼看事情败露了，想自己脱身。娘，要不我去求求李伯，只要他来咱们家吃饭，别人也会来的。还是算了，你奶奶都没这个面子，别人去了更不行。可别自作主张啊，到时候你那2个嫂子就有话说了。甘云知道这件事他无能为力。下午，林氏从屋子里出来。三姐，我想去镇上给人看病。甘云是甘草救回来的，知道甘草会给人看病。除了稳婆，没有女子给人看病的。那是以前没有。除了生孩子，谁家人有钱给女子看病？你又这么小，没人相信你。不过你认识药草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挖药草，贴补一下家用。2个人正小声说着，外面有人急促地拍他们家门。干妹子，干妹子在不在啊？苗氏扯着嗓子叫。杜氏一听是苗氏的声音，这么晚了叫得这么急，莫不是发生了什么紧要的事？哟，李家嫂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草儿跟我去一趟，来喜媳妇要生了。不是还有一段日子吗？杜氏意外，一个村子谁家什么情况也都了解一点。李来喜的媳妇蔡氏是快生了，但是也没这么快。生孩子这事儿谁能说那么确定啊？稳婆说你家草厉害，赶紧的让你家草跟我走一趟。甘草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已经跑出来了。他姐刚说女子不能行医，这马上就有人来找他了，是时候证明自己的能力了。哎呦，草儿，快和婶子走一趟。吕家媳妇儿。柳氏突然从屋子里出来。婶儿，我家草还小呢，也就是他姐出事了，他拼命用的办法。你家媳妇金贵，还是到镇上请大夫来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去镇上也赶不上了，这是救命的事儿啊！就是因为是救命的事儿，草一个丫头懂什么？到时候出了岔子，谁来负责啊？奶奶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他心里有底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他家人不让他去，也是为了他好。对，快走快走！苗氏怕甘草后悔一样，拖着甘草就走。刘氏看甘草是铁了心的要去，自己也拦不住，转疾看向杜氏。草儿小，你跟着去盯着点儿。哎，杜氏跟着就走。甘草跌跌撞撞，一路小跑的到了李家。哎呦，你可来了！稳婆看到甘草，像看到救星一样。摔了一跤早产，已经没有力气了，这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，再不出来就是一尸两命。苗氏听到稳婆这样说，嗷呜一声哭了起来。甘草已经给蔡氏把脉，蔡氏这会儿的确是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孩子还活着。稳婆意外。有银针没有？甘草看向稳婆。稳婆摇头。甘草只能手握凤眼拳，直接击在蔡氏的穴位上。你！苗氏被甘草的动作吓了一跳。我来。甘草看蔡氏食指全开了，倒是没有力气。赶紧给他准备点糖水，肉也行。苗氏之前没见过甘草给人看病，现在看到甘草这样，觉得他不是在开玩笑。你扶着。甘草吩咐稳婆。稳婆慌忙在一边扶着。条件艰苦，甘草使尽浑身解数，总算让孩子顺利出来了。但是孩子在里面憋的时间太长，浑身青紫，眼看是活不了了。他只好把孩子口鼻里的羊水吸出来，给孩子做心肺复苏。在稳婆和苗氏目瞪口呆下，婴儿的啼哭声响起。神仙啊！稳婆喃喃地说。他想今天最多只能保住一个，
没想到2个都保住了。接来就辛苦婆婆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男孩女孩啊？苗氏慌忙问。是个男孩。苗氏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慌忙招呼甘草。哎呀，草儿，快到外面洗一下，喝口水。甘草也是筋疲力尽，先和苗氏一起出去。李伯在家吗？在的。我有事找李伯。甘草想，他三姐说的，只要李正去他们家吃饭，别人也都会去。你跟我来。甘草跟着苗氏过去，看到一个人影，躲了一下。李小翠。原主和李小翠关系很好，只是原主在月亮堤出事之后，李小翠就再也没有找过他。难道当初原主在月亮堤出事和李小翠有关？草啊，你找你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家为感谢李伯和大家，请大家去我家吃顿饭，到时候李伯一定要去。李章听到甘草这样说，下意识地看向周围的人。周围的人躲避了一下李章的目光，也都不说话。正在李章犹豫的时候，外面又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快点，快点！慢点，慢点！爹，大哥找到了！院子里围了好多人，中间的李来喜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。来喜！李章叫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甘草看到李来喜的伤也十分意外，这出血量有点大。大夫，快去请大夫！周围的人不动，伤成这样没有活的可能了。我来看看。你懂什么？一边的人直接嘲讽。他小不懂事。来喜媳妇没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刚才他在外面听到了一些事情，这会儿要赶紧回去和当家的商量一下。娘，他这样再不救就晚了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。他嫂子，我家甘草真没什么能耐，我真能救。甘草不知道他娘怎么变得和他奶奶一样了。快救救我儿子！你们都让让，有没有空的屋子？先把他抬到空屋子里。快叫于老头去镇上请大夫。周围的人慌忙去找于老头。你们都让开，再点些蜡烛，让屋子里亮些。有没有酒？他这个时候不能喝酒。杜氏担心。是给他清洗伤口的。甘草开始检查李来喜的身体。准备剪刀，干净的棉布，药。好。刚才人都看着蔡氏的房间，这会儿都扭头看着这边。这甘草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不但会接生，还会治伤，这让他们好奇起来。哎呦，他怎么能偷男人衣服呢？外面的人看到甘草把李来喜的衣服剪开。是啊，这还没嫁人呢，估计是看多了。外面的人没有担心李来喜死活的，反倒开始指责甘草。杜氏在一边有点听不下去了，就悄悄地离开。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彩儿呢？你好好休息。杜氏说着就去了上屋。很快甘家人就聚在一起了。今天那些人就去李正家，说把我们一家子赶出秋水寨的事。杜氏把自己的听闻说了一遍。这事儿怪我，是我太心急了，想着草儿死了是个游魂，连点香火都没有，想着让他葬入陈家，才闹成这样。杜氏心里是怨她婆婆的，但是她婆婆主动说了的，她也不好说什么。不如把伟儿找回来，他读书多，可能有办法。不行，伟儿还没考中秀才，这些人才敢这么对我们甘家，不能让伟儿知道这事儿。那怎么办？甘茂着急。真的是草保李家儿媳母子平安。是，稳婆都说最多能保一个。那就好。若他李章真敢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，我就说他李章忘恩负义。杜氏和甘泉对视了一下，都没再说什么。
甘草对李来喜的伤势判定还是很准确的，的确没有致命伤，就是外伤导致的失血过多，若不及时救治，命就真没了。我给你写一个方子，你们先抓3副回来，吃完之后我再来看。李伯，你就去我家吃一顿饭吧，因为我的事，我家人真的特别感谢你们。李章有点不好拒绝，甘草今天救了他儿子、儿媳和孙子，要是再不答应，就说不过去了。我这家里一堆事儿呢，等忙完了再说这个。甘草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坚决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外面的人大部分已经走了，甘草左右找不到他娘，就一个人回家。甘家人还没睡，那我回去睡了。你等一下。柳氏看了杜氏一眼，杜氏低头。他们要和草儿说今天李家的事，但是杜氏说不出口，倒不是他是老好人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奶奶，甘草谨慎地叫了一声。陈大雷的事儿，你可知错？我以后不会再那样了。有些事情一旦做了，就没有以后。柳氏叹气。你可知道今天那些人去李家商量什么？甘草想到他去见李正的时候，李正家屋子里的确很多人，见到他的时候表情还怪怪的。他们说你惹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把你3姐带了回来，太晦气，所以李家才会出事儿，要把我们家赶出秋水寨，不然以后秋水寨会祸事不断。甘草想，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？怪不得这些人看到他的时候一个个闪烁躲闪。奶奶，我们家本来就不连着秋水寨，再说每年打野猪都会有人受伤，怎么就成我的错了？还不是那些人想分了我们甘家的田地。家里的地是你爹年下1年减粪养肥的，以前就是荒地，把我们赶走，我们家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了。人都走了，那些东西他们自然会分了。奶奶打算怎么处置我？我和你娘商量了一下，打算把你送到城里找个事做，有你4哥照看着，过2年这事淡了，咱们再想办法。不要怪爹娘狠心，咱们甘家好不容易在秋水寨有了根了，咱们一大家子能去哪儿？杜氏说着鼻子有些酸，但凡有点办法，他们也不会把自家女儿送出去。甘草正想说这是好事，院子大门响了，3个人的目光被吸引过去。这么大！柳氏走过去，看着架子车上的野猪。怎么死的？头骨被打碎了。谁说我家草儿晦气？我看我家草儿是福星。甘泉一想，也是，这秋水寨这么多年，还没人能一次捡到3头野猪的。这是不是村子里人追了很长时间的？万一找我们要怎么办？不会，今天村里人去巡山了，因为李来喜出事了，连陷阱都没有啊。那这3头野猪怎么处理啊？甘泉看向他娘，他娘才是家里的主心骨。连夜给杀了，明天给之前和咱们一起去陈家的人家送一块，剩下的2头去镇上卖了。好。甘泉点头。奶奶，那我去城里的事。甘草想，家里人是不是把这件事给忘了？不用去，有奶奶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甘草觉得自己被误会了。你早点去睡觉，明天咱们吃好吃的。他进屋，看到他3姐趴在窗户那里。3姐还没睡。那野猪真是你发现的？我回来的时候绊倒一个人，带着爹去找的时候就变成了野猪。甘草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来，3姐，咱们这一带有没有野猪精什么的？蛇精、狐狸精倒是听说过，没听说过野猪精。那真的有妖精？甘草瞪大眼睛，那都是大人骗小孩的，哪有什么妖精啊？哦，
甘草想，原主记忆里也没见过精怪。这下你放心了，奶奶肯定不会让你走了。去城里有什么不好？都是在家里待不下去了，才会去城里给别人打工。你这样出去也只能给人当丫鬟，以后嫁人可就难了。甘草想，她才穿越过来不到2天，这些人3句不离嫁人，好像对他们来说，嫁人就是一切。好啦，你也累了，早点睡。外面甘家2个儿媳也出来了，烧水杀猪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他们？尤其是林氏，也不生闷气了，看着地上的猪，那叫一个激动。现在开心了，这是草儿在外面发现的。柳氏看了林氏一眼，林氏陪笑，回头你们2个也给你们娘家送一块去。哎，两人激动地应了。早上甘家煮了一锅猪肉，整个秋水寨都是煮肉的香味，引得有些人家站在门口左右闻闻。不知道谁家这么不会过日子，这个时候敢吃肉。今天就我们这些人都吃吧。娘，我娘说吃点好的就能怀上了，多给我点肥肉。二嫂，大早上的吃的肥腻，对身体不好。这野猪我们也出力了，你晚上说了一晚上，我们还干了一晚上的活。草儿，你自己挑，给你3姐也带点儿，你们进屋吃。甘草听他娘这样说，立马端碗挑了一碗排骨，挑点肥肉香。杜氏看甘草拿的都是骨头。3姐身子弱，吃肥的容易消化不好。甘草抱着碗进了他们的屋子。3姐吃肉，家里还有很多，你也吃。甘草想，这大早上吃那么油腻的东西的确不怎么好。3姐要是不想吃，我一会儿给3姐煮成汤，也好消化一点。好。甘云点头。等吃了早饭，杜氏就让曹氏和林氏拎着肉一家一家的送。娘，3姐现在身体弱，我给3姐煮个汤。甘草端着他们吃剩下的肉进厨房。哎，怎么没吃完呢？我拿这个煮个汤。行。杜氏让了一下。甘草看着灶台上那口大铁锅，这玩意儿他肯定搬不动。刚从厨房出来，就看到他二嫂狂奔了进来。慢点儿，赶着投胎呢。杜氏有些生气。甘草看他二嫂直冲后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怎么了？甘云瞬间担心起来。刚才二嫂好像有急事跑回来了。甘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快去看看。甘云担心有事。甘草刚好把碗筷送到厨房，看他二嫂又冲到后院。怎么了？吃坏肚子了，上吐下泻的。吃的时候像饿死鬼投胎，这会开始难受了，真是浪费粮食。肯定是那肉有问题。一家子都吃了，就你一个人有问题，还说是肉有问题啊？杜氏生气，在林氏眼里就是他们想害他。甘草也没办法，他们天天白水煮菜的吃，别说有水了，连淀粉都没多少。这突然吃这么多肉，肚子不出问题才有问题。林氏上吐下泻了一个干净，四肢无力地躺床上去了。杜氏虽然骂林氏，还是让甘草给他看看。怎么样？就是肠胃消化不了，喝2天白粥就好了。我看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吃肉。吃，还接着吃。二嫂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二嫂要是一直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我觉得奶奶说的话也没错。林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努了努嘴，扭到一边没有反驳。老太太做事向来说一不二，要是真把老太太给惹恼了，几个林氏都不够老太太收拾的。甘草把3姐扶到院子里晒太阳，自己去整理昨天挖回来的草药。这些都是药草，猪都不吃。这个3姐就不知道了，能吃的都直接被吃了，不能吃的就当药吃。3姐再等2天，等我采购草药了，
就给你熬药。两人正说着，大门突然被人踹开，李章气呼呼地站在那里。哟，李家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甘草呢？怎么了？甘草走了过来。哎，我儿子现在发热快不行了，你写的什么药方啊？连孙大夫都看不清楚。他受伤发热是正常的，我写的药方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孙大夫就在我们家呢，你和我去看看。李伯，甘草小，他不懂事。甘云几分哀求地看着李章。我的药方肯定不会有问题，我和你去见见那个大夫。草，大人说话没你的份。他转疾有些哀求地看着李正。曹也是担心来喜，既然孙大夫来了，那就让孙大夫好好看看。孙大夫说他差点害死我儿。咱们讲讲道理，昨天那么多人呢，都说他活不成了，我给他处理伤口，他才活到现在，怎么就说我差点害死他？是啊，曹好歹让来喜坚持到孙大夫来了。那这药方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药方有什么问题？你说呀，这是什么字儿啊？这是什么药草啊？李章指着上面的字。连翘。甘草想，这李正不会不认识字吧？连翘？连翘怎么会这样写呢？那怎么写？李章被甘草认真的样子气得有些颤抖。读书人啊，读书人，都说你们甘家的人都识字儿，这都识的什么字儿啊？怪不得连个秀才都考不中。那你给我说怎么写？甘草那叫一个无语。李章左右看了看，捡起树枝在地上写道：连桥。看到没？这是连桥。啊？甘草挠头，原来是繁体字。这不是长得很像吗？写得快了就这样了。还有哪个不认识？我给你写。不用了。那还要做什么？李章是来兴师问罪的，现在真不知道问什么。曹小不懂事，李哥还有什么问题？李章怎么觉得自己是上门找事的？转疾气呼呼地离开了。甘草莫名其妙，古人都这么甘心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。你在家好好陪着你三姐。甘草更加莫名其妙，觉得自己这是遇到医闹了。你到底把来喜哥怎么了？我能把他怎么了？我就是给他治伤，别的什么都没做。这行医治伤都是大夫的事儿，你只要做了，不管做的怎么样，肯定都是你的事儿。为什么行医治伤的都是男子？甘草暗戳戳的不服。你听说哪个大夫是女子？对甘草来说，医院里男大夫和女大夫一样多，可是根据原主的记忆，还真没一个女大夫。好了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做了。就他能耐，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。行，你和别人相同。我是你二嫂，说你一句还不行啦？行，你说。曹氏回来。曹儿，你是不是把来喜的衣服剪了？要清理伤口，就把衣服给剪了。现在村里说的可难听了，说你对来喜又看又摸，你这几天不要出门。又是不要出门。大嫂，我觉得这样不对。曹氏听甘草这样说，很认真地看着甘草，想听他说为什么不对。我那样是为了给来喜哥治伤，要是别人说什么，我就躲在家里不出门，岂不是坐实了我有别的想法？其实你平时也不怎么出门。那我明天要去买山楂，燕儿他们肚子都不舒服，吃点山楂就好了。那还用买啊？后山多的是，回头让你大哥去摘点。甘草一想，后山还真有。那你就去边上近的那里。好。甘草想距离最近的山楂树也比他昨天走得远，他刚好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药草。杜氏出门打听了一圈，回来脸黑的不能再黑。娘，甘草试探着叫了一声。家里人很少吃肉，吃的多了会吃坏肚子。中午我做饭，做的清淡一点。
行，少做点。叶二嫂没事吧？饿2顿，吃点清淡的东西就好了。好。杜氏点头。甘草做饭，曹氏就抢着收拾厨房，甘草就背了背篓去摘山楂。这一路上又挖了不少药材，不过距离村子近的山楂树已经被人摘完了，甘草只好凭借着原主的记忆往深山里走。就在他看到一棵还挂着果的山楂树，准备去采的时候，看到草丛里隐约有个东西。他们这一带的山叫黑龙山，传说是黑龙坠落化成的。甘草想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吧，第一次出门就遇到了野兽。想到这里，他大着胆子往前走了2步。人，确切地说是一个重伤的人。哎，叫了2声之后，甘草想这场景怎么似曾相识。我是秋水寨的村民，我叫甘草，就是来这里摘山楂的。楚凌寒的眼睛动了一下，楚凌寒试图离开这里，但是他按着地面也没有站起来。我扶你，你要去哪儿？楚凌寒无法发出声音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能说话。楚凌寒深吸一口气，扭到一边。甘草看他那倔强的模样，估计是谁家落难的公子，如今正闹脾气呢。我是大夫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那我扶你找个地方坐下。甘草也不强求。这里已经在山里了，甘草找了一块石头扶他坐下。你真不让我给你看病？甘草有些不死心地问。楚凌寒扭到一边。还挺犟。那你自己待在这儿，我去摘山楂了。楚凌寒从怀里掏出一块蓝色的玉牌。给我的？甘草意外。楚凌寒点头。为了感谢我扶你。甘草想，这人也太大方了。这东西一看就不便宜，我就是扶了你一下，受不起。楚凌寒抬头看着甘草。不如这样，我收了你的玉牌，给你看病。甘草提议。楚凌寒心里苦笑，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也不在意。你别装了，每个人的脉搏都是不同的，尤其像你这么混乱的脉象，你怎么会中这么奇怪的毒？可能是2种非常毒的毒。楚凌寒有些意外，不过是山野的一个小丫头，竟然能看出她中的毒。你这毒一时半会儿我解不了，你住什么地方？楚凌寒看他这么认真的样子，好像可以解他的毒。他心中升起了一股希望，随即摇了摇头。你没地方住？楚凌寒点头。这让甘草为难了。你这情况要先好好养着，我慢慢找解毒的办法。你要是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就麻烦了。楚凌寒在一边找了一支木棍，用脚抹平一块地面，写道：你会解毒？会是会，可是我要弄清楚你中的是什么毒。我可以找住的地方。你这样走路都是问题，怎么找住的地方？甘草打量了一下楚凌寒。你要是相信我，我可以先缓解一下你现在的情况。楚凌寒点头。会有点疼。甘草说着，手握凤眼拳，开始给楚凌寒按压穴位。楚凌寒内心混乱，所以导致他行动受限。甘草用压穴的方法帮他疏导了一下，可以暂时缓解他的情况。楚凌寒一口淤血吐了出来，身体也轻松了很多。可惜没有银针。甘草惋惜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楚凌寒想了想，写道：凌寒。凌寒，凌寒独自开的凌寒，名字真不错。楚凌寒意外地看着甘草。她一个乡野女子，不但识字，还会念诗，只是理解错了。楚凌寒继续写道：我怎么找你？甘草想了想。我家就住在秋水寨的北边，单独一家。你要是晚上还在这里，我就给你送点吃的，刚好我家现在有好吃的。他这段时间的确没好好吃过东西，有人给他送也安全一点。
甘草快速摘了山楂就回家，刚好看到一家人围着架子车分东西。草儿，柳氏看到甘草回来，招呼他去了上屋。看到甘草去上屋，林氏勾头看了看，看见没？老太太肯定给他独一份。这野猪本来就是草儿发现的，给他独一份也是应该。不过老太太肯定是听说了什么，问草儿呢。你也大了，兜里该有点钱，这30文你收着。柳氏看甘草那不确定的样子，他们今天一共卖了快3两银子，往年1年也剩不了这么多。谢谢奶奶。甘草一脸欢喜。村里那些人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，那个孙大夫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要是你真把李来喜给支差了，李家会那么轻易放过你？对了，奶奶，我能去镇上吗？行，下次去带着你。你摘这么多回来吃不完的。曹氏看甘草在洗山楂，我打算给做成山楂糕。山楂糕，你什么时候会的？听说的，做着简单，我们试试。那我给你搭把手。曹氏看甘草做事慢得很，姑嫂2个人很快把山楂洗好上笼蒸。等做晚饭的时候，已经在熬了，满院子都是山楂的酸甜味，闻得人直流口水。浪费柴火，别搭理他。一家人开始做晚饭。老太太把家里几个男丁叫到堂屋去了，估计是商量这次钱的事。大嫂，我晚上容易饿，做2张杂粮饼放着行不？大嫂给你做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一家人吃了晚饭又开始干活。男人搓草绳砍柴，女人纳鞋底绣花。三姐怎么也开始绣东西啦？甘草进屋看他三姐也在绣东西。我闲着也没事儿。甘云在绣荷包。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娘问了，你帮我掩护一下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出去干嘛？我扎萤火虫。那你把1、2带上，不要一个人出门。没事，我多扎一些放在屋子里，屋子里就不会这么暗了。甘草觉得自己编的借口太异想天开了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好。有月光，外面也不算暗。甘草顺着白天的小路，快速地找到山里的那棵山楂树那里。林寒，林寒！甘草轻轻地叫了2声。林寒拎着2只兔子出现在一边。我给你带了吃的。你哪来的兔子啊？林寒把兔子送到甘草面前。给我的。林寒点头。我倒是担心多了，你会武功，在野外不愁找不到吃的。我给你带了卷饼。林寒对甘草给他带的食物不抱希望，但是吃了一口，有些意外。好吃吧？昨天桑园那只野猪是你打死的吧？这就是那野猪肉。你用什么打的？把那野猪骨头都给打碎了。你这气息冲撞，可能有时候会陷入狂躁，不过最好不要动，会损伤经脉。林寒低头吃东西，听着甘草絮絮叨叨地说话。甘草也没指望林寒会回答，晚上写字他也看不见。等林寒吃完了东西，这才带着2只兔子回去。甘云没说，甘家人都不知道甘草出去了。哎，你哪来的兔子啊？林氏去茅房回来，刚好看到甘草拎着兔子回来。捡的。哟，你还真是会捡啊！再捡2只回来给我看看。林氏想，甘草这半夜出去干嘛了？不给。甘草说着就走。2人在外面说话。杜氏已经出来了，看着甘草拎着的2只肥大的兔子。哪来的？昨天他们一家捡了3只野猪，算是一笔横财。今天草儿就拎着2只兔子回来，让人很怀疑。去抓萤火虫，看到兔子打架，撞死在树上了。甘草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借口。兔子这东西傻吗？这下坡的时候
会把自己摔死。甘荣也出来，看到甘草拎着的兔子。他这么一说，杜氏也不问了。咱们明天吃爆炒兔丁。他怎么觉得凌寒是他的送财童子呢？三姐，啊，甘云也没睡着。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女人怎么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就算出嫁了，上面也有婆婆看着，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媳妇熬成婆，那也要看下面儿子孝顺不孝顺。我不是说出嫁。甘草怎么觉得他们聊的不是一个话题？我就是想去镇上就可以去镇上，想给人看病就给人看病。去镇上简单，有时间就可以去，等三姐身体好了带你去。甘云以为甘草在想什么。甘草本想和他三姐聊聊怎么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，结果发现自己想多了，三姐根本不会往这方面想。天还不亮，甘家的一天就又开始了。你个贪嘴的烂婆娘，这都是草儿做的，你一个人要给吃完。杜氏突然叫骂起来，这也不让吃，那也不让吃，你们甘家人是存心饿死我，还敢顶嘴！甘茂这会儿刚好去挑水了，不然林氏叫的声音更大。大嫂，娘把女儿接回来，这是要打死家里的媳妇儿！甘草刚从屋子里出来，听到林氏这样说就来气。感情林氏这2天不停挑事，指桑骂槐，是因为她三姐回来了。二嫂一个人偷吃，要拉着大嫂一起挨罚。对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你大嫂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儿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妯娌？我就是吃了点山楂糕嘛，那山里那么多山楂，回头我让甘茂多摘一些还给你们。二嫂，这2天我听你话里话外都觉得你不是甘家人，你也就跟我二哥是一家，甘家别人对你来说都是外人。草儿说的对。柳氏也从堂屋里出来，一会儿甘茂回来，我们就好好商量一下，看他是打算分家还是打算休妻。林氏一听要休妻，吓得脸色惨白，低头不敢说话。娘，就罚他1天不吃饭吧。柳氏没搭理杜氏，还不快进屋去！干活的时候不见他这么积极。还剩多少？你看被他给挖的。吃了早饭，家人都吃一些，健胃消食。行，你去洗脸，娘给你烧了热水，你和你三姐一起洗。当娘的不偏心女儿是假的，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。她端了水进屋，和她三姐一起洗脸。甘云也是时不时的打量一下甘草。我脸上有东西？你竟然没有跟二嫂吵架？我已经说过她了。什么？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今天有她难受的。甘云不理解是怎么回事。甘茂回来就被林氏叫到房间里，等甘茂出来的时候，耷拉着头也不敢说话。有话就说。林氏他就是想吃一口东西，咱家现在也不缺。咱家啥时候苛待过儿媳了？娘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小妹辛辛苦苦做的山楂糕，你奶奶都没尝一口，她一个人就快给吃完了，还就想吃一口。一点山楂，我今天再去摘点儿。在你看来，就一点山楂？甘茂低头不敢说话了。他来参加也2年了，吃懒怕动弹不说，还喜欢嚼舌根。只是想着是你的媳妇，你自己能管好。现在看来，倒是你被他管得死死的。奶奶不是经常交代我们兄友弟恭，夫妻同心。我教导你夫妻同心，不是教导你是非不分，耳根子软。老婆说2句你就唯命是从。柳氏看着甘茂，甘茂不敢说话。林氏是你相中的，家里人想你难得喜欢一个人，给娶了回来，
娶她的时候，的确比娶你大嫂的时候风光。他不但不感恩，反倒是觉得自己有本事。这2年除了没直接当家，什么不是紧着他？他呢？曹氏在一边听得鼻子有点酸。自从你三妹回来，他看谁都不顺眼。今天老婆子我把话撂这儿，你们要是想分家就分家，不想分家就把他给休了。上会逼死他的。那我也不会让他这样祸害甘家。甘草在一边听得一阵唏嘘。如果你选择分家，这次卖猪的钱给你们兄弟3个平分了，这原本应该是甘草的钱，你们都记清楚了。你离开了甘家就各过各的，只要到时候负责你爹娘的养老就行了。柳氏已经把事情想得彻底。甘茂低头想了许久，那就分家吧。甘荣意外地瞪着他二弟，看来他二弟是真的和他们家人离心了。你这是让咱们甘家被人笑话呀！我也不想的，你们一天天折腾，我连个好觉都睡不好。行，甘茂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那猪肉咋分？林氏突然从自己屋子里冲了出来。你这个祸害，还想着分猪肉！甘草看着这一家子，他娘肯定觉得这一切都是林氏的错，不然他们的家也不会散。再看他二哥耷拉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分就分了。甘泉一直没说话，这会儿起身出门。他娘主意正，既然他娘开口了，这件事没有转圜的余地。爹，甘草出门看到他爹坐在墙角那里。家里把卖猪的钱给分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，我只是遇到了，之后换成银子是家里人一起努力的，算不得我一个人的。你三姐说你懂事了，是真的懂事了。爹是不是不想分家？甘泉的确是不想分家，自己还在，儿子就散了，谁也不想看到。爹种果树的时候，也不是所有的果都要留着，总要剔除那些不合适的，让剩下的好好长。你是在劝爹？人也不是果树，可以挑挑拣拣的剔除，但是可以换一种相处方式，不是近臭远香吗？分了家我们都能过得好好的，不是挺好？可是村里人怎么看我们啊？我听说一些大户人家，除了嫡长子，其他子孙一旦成年就要出去过，毕竟是一个单独的家庭了。我们家以后也会成为大户人家。你这丫头还真是心比天高啊。甘草笑了起来。他爹没事了，甘草回去帮大嫂收拾厨房。草儿，你过来。柳氏看到甘草从外面回来。奶奶。甘草应了一声，过去。你这山楂糕奶奶尝过了，味道不错，我和你娘商量着做了去镇上卖。真的？甘草开心。就是太酸了，放点糖就好了。糖多贵呀！要是有糖，我们就直接卖糖了。哦，甘草想可以放一些甘草，他还不知道甘草什么价。一会儿你带着嫣儿他们去摘山楂，不要跑太远。好。甘草看家里人没有去地里干活的意思，估计今天真要分家了。我一会儿去找李正看地。甘泉从外面进来，带上老二，省得到时候又要说我们亏待了他。甘草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，收拾好东西，带上嫣儿和灿儿去摘山楂。小翠，甘草找到山楂树，看到小翠和苏潇在那里有说有笑的摘山楂。李小翠看到甘草，眼神闪烁了一下。你也来摘山楂？你还有脸出门啊？如果我是你，找根绳子吊死了干净。甘草看着苏潇，
这人也是够恶毒的。你哥哥是秀才，我哥可是秋水寨唯一的秀才，不像你哥，上了这么多年学堂，连个秀才都没考中。那怎么有你这么一个没涵养的妹妹？看来你哥也不怎么样。甘草也很嫌弃。苏潇生气，你大嫂刚生了孩子，你大哥还躺在床上呢，你就有时间陪别人出来玩。甘草看着李小翠，人家的事要你管，我问别人一点小事你就不让管，倒是有脸说出让别人生死的事。你们苏家就是这样当人的？我们苏家怎么样轮不到你来说。苏潇急了，我也懒得说。甘草说着就带着嫣儿和灿儿去一边。苏潇气得牙痒痒。算了，他现在就是破罐子破摔了，我们不要搭理他。爹小声说，虽然他声音很小，但是甘草还是听到了。这个李小翠和原主关系很好，如今完全不搭理我，却和苏潇走得很近，难道……往深山里走，山楂树也多一些。甘草找了棍子打，嫣儿和灿儿在地上捡。灿儿突然叫了起来。甘草看了过去，看灿儿把一条蛇给甩了起来。我看看。甘草慌忙过来看，看灿儿的手臂上被蛇咬了2个牙印。他看了一眼翻滚了一下要爬走的蛇，好在没毒。等着他带着2个孩子回去，甘灿被蛇咬，让曹氏担心不已。早知道让你大哥去了，这也太危险了。以后我一个人去，我没事。甘草想，带着2个孩子是麻烦了点。爹今的带着你二哥看好地方了，准备给你二哥盖房子了，分家这事儿应该是确定了。还给盖房子？总不能让他们2口子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也是。大嫂也想分家吗？你大哥是老大，我们肯定要跟爹娘一起住的。我听二嫂抱怨最多的就是一家子拼了命的供4哥读书，大嫂就不生气这个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好事，以后就算老4不能考取功名，也是一个读书人，去做个账房什么的，对家里也好。甘草没想到他大嫂还挺想得开，连种庄稼都要辛辛苦苦1年呢，谁能摆得好处？曹氏又解释了一下，这样甘草就放心了。林氏肚子难受的躺在床上，哎呦哎呦的叫个不停，家里也没人搭理他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甘泉黑着脸带着甘茂回来。爹，老二，收拾一下吃饭了。听到屋子里林氏的哎呦声，他先回房间了。叫什么叫？还没死人呢，叫的一个村的人都能听到。做什么呢？昨儿草儿捡回来的那2只兔子给炒了。老二，吃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甘茂才出来。草儿，你二嫂肚子实在难受，你给你二嫂看看吧。二哥，不是我不给二嫂看，是二嫂根本不听我的。昨天不让她吃那么多，她不听，吃得上吐下泻。我又给她说让她先不要吃东西，她把那1盆山楂糕都吃了，我能怎么办？草儿说的对，她这情况饿2顿就好了。甘茂有些犹豫地看了屋子一眼，林氏在屋子里东西乒乒乓乓地响，也不知道在摔打什么。李家村头那宅院要卖。甘泉坐在台阶上犹豫了很久，和杜氏商量。为什么？那宅院可是他们家辛辛苦苦盖起来的，用的全是砖瓦，说过年就搬进去的。还不是因为李来喜的伤，大夫说想要下床要花不少银子。不用吧？甘草刚好从屋里出来。伤的也不是很严重，治好一点，养2-3个月就好了。你可别乱说，到时候他出事了又要赖到你身上。我看老二是相中李家的房子了。他怎么不上天呢？甘草不太了解这些事情，去厨房清洗药罐去了。我们家也买不起啊。买得起就要给他买了？家里为了他一个人都不活了？
我看这家分了挺好。林氏在屋子里听得清楚，想着甘家人果真对他们不好，以后别想让他孝敬。甘草下午去摘了菜，又把山楂糕给熬了，结果还没熬好山楂糕，甘灿就从外面哭着回来了。我就舔了一下，他们说我舔的太多，就打我。什么舔了一下？甘草看着哭得快断气的甘灿，糖，这也太不讲卫生了。你想吃糖？那你等几天，姑姑给你做。姑姑会做糖？应该会吧。要是姑姑做的不好呢，就给你买，你不要哭了。好。你刚才是装的吧？甘草好不容易把甘灿给哄好了，他大嫂回来，听说甘灿因为舔了一口糖被别的孩子打了之后，躲在屋子里大哭了一场。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这样，甘草也是无奈，好像每个人都不容易。草儿，这山楂糕真的能卖钱，我也不知道镇上的人能不能买得起。甘草有点怀疑这里的消费能力。咱们去试试，这种小吃食也不用家里男人去，娘和奶奶年纪大了，咱们去。甘草有些意外地看着他大嫂，怎么觉得他大嫂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好，对了，大嫂，我看山上有无患子，村里人怎么不用它洗衣服？什么叫无患子？就是油患子。曹氏听得更迷茫。就是粗粗会起泡的那个东西，那东西羊都不吃，但是可以洗衣服洗脸，回头咱们也捡一些回来。好。曹氏想，这草儿怎么突然知道这么多东西？甘茂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最后还是开口了。爹，盖房子要很长时间，李正那院子，你咋不要皇上的金銮殿呢？现在把甘家人都卖了，也不够给你买那个院子，你把甘家的人都卖了吧。甘茂知道这个要求太过分，但是林氏闹得厉害。这些年要不是为了供老四读书，我们家也不至于住这么破烂的房子。嫌弃自己家了？我看你出去是能吃星星还是能吃月亮？本来就是，一年少说4、5两银子，都攒下来就能买那个院子了。我让你买院子，我让你买院子！甘泉追着甘茂打，以往甘泉动手，杜氏都会出面拦着。这次他想拎着一边的扫把和他男人一起打，自己怎么就生了这样一个儿子？甘草顺着门缝看，不知道这要打到什么时候。你又着急出去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我运气挺好的，出去说不定能再捡2只兔子。那你带着大哥一起去，说不定还能捡到野猪。三姐，你在取笑我？那你跟我说，你到底出去干嘛？甘云狐疑地看着甘草。真不干嘛？草儿，三姐知道你也委屈，不过人要往前看。甘云是担心甘草想不开。我看着呢。甘草不知道他三姐这意味深长是什么意思。三姐，如果娘问起来，你帮我掩护一下。甘草说着，拿出藏在柜子里的篮子，悄悄地离开。他轻车熟路地来到那棵山楂树下面。林寒，林寒！甘草叫了2声，楚林寒从一边的草丛里出来。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不过你得等一会儿。这是你昨天给我的兔子，中午我们做了爆炒兔丁，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份。楚林寒坐下。还有这个山楂糕，我自己做的，你尝尝。楚林寒看着甘草那开心的样子，没有拒绝。他尝了一口山楂糕，的确不错，就是有点酸。有点酸。楚林寒在吃东西的时候，甘草又开始说自己的无奈。楚林寒吃完，拿着木棍在地上写道：明天不用来了，
甘草低头眯眼，愣是没看清楚是什么字。你要走了？去办点事情。哦，你现在最好是休养，不要奔波。楚凌寒点头。那我……甘草起身准备帮楚凌寒压血，可以缓解一下他身体的不适。楚凌寒突然拉着甘草避开，等甘草扭头看到他们之前的地方竟然有一条蛇。甘草奇怪，这条蛇3尺多长，不可能主动攻击人类，难道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楚凌寒抬手就要制服。抓活的，这是一条毒蛇，它的毒最珍贵。你今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了，我觉得有些反常。楚凌寒点头。甘草悄默默地回家，被等在那里的林氏撞了一个正着。好啊，大晚上的出去干嘛啦？林氏扯着嗓门叫了起来，唯恐别人听不到。捡蛇。甘草提了一下树枝，虽然蛇不大，但是5、6条穿在一起还挺重。林氏惨叫一声，吓得腿都软了，扑通一下摔到地上。甘家人听到动静已经起身，再听到林氏的惨叫，慌忙跑了过来。草儿，你怎么用蛇吓你嫂子啊？我没吓她，是她问我出去干嘛了。我白天下了陷阱去捡蛇。你抓蛇做什么？做蛇羹。造孽！咱们家不吃这个，明天到镇上卖了。那我能去吗？甘草眼睛亮了。行。不要动这个瓦罐，里面是活的毒蛇。明天就可以去镇上了，看看能做什么。秋水寨距离五华镇10来里路，走着要1个多时辰。甘草十分激动，听到院子有动静就翻身下床，到外面一看，是大嫂起床了。草儿，你跟奶奶说说，我跟你们一起去镇上，把那山楂糕带着，看看有没有人买。曹氏和甘草商量。好。刘氏听甘草这样说，也没有拒绝。若是这山楂糕真能卖钱，家里又多了一个来钱的门路。3人收拾了一下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到村口，看到于老头赶着牛车在村口等着。哎呦，听说你们甘家发达了。哎呦，一年到头啊，地里刨口吃食的日子，发达什么呀？3个人。他说着拿出6个铜板。哼，一家人都舍得坐车了，不是发达了是啥？于老头看向甘草拎的袋子。哎，里面装的啥呀？蛇。甘草直接说。你个小丫头，怎么拿那种东西啊？死的。不行不行，你们带着蛇，别人就不敢坐我的牛车了。今天你的车我们包了，一共20文。柳氏又拿出4文钱，剩下的回来给。你把那蛇往后面放放。好。甘草点头。于老头不自觉地又看了甘草一眼。这丫头从小就娇气，谁说她一句不对就开始哭啊？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坐好了，我们走。于老头说着就赶起了车。奶奶，那里就是李正家的新院子。可不是嘛，李家2、3年辛辛苦苦的盖了这么一个院子，可惜没福气住啊。牛车比人快许多，他们到了五华镇时候还早。你们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柳氏带着曹氏和甘草去集市上。今天刚好是五华镇10天一次的大集，比平时热闹不少。曹氏要卖山楂糕，甘草要卖蛇，2个人去的不是一个地方。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我带着草儿把蛇卖了就来找你。刘氏带着甘草去菜市那边。今天大集，来卖东西的人很多，
他们只能找了一个边角的位置。奶奶，这要什么价合适啊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去问问行情。柳氏也不知道。柳氏离开，甘草把蛇放整齐，就四下张望。几个人围了过来，甘草看他们的样子，警惕起来。沈铎歪头打量了一下甘草，这种地方还有这么水灵的姑娘。哎，这蛇是哪儿来的？抓的。甘草说得认真，看起来却有点呆萌。你家有捕蛇人？没有。那你一个小姑娘哪来这么多蛇？捡的。沈铎示意了一下。卢超蹲在地上捋了一下蛇，都是死于昨夜，7寸受创。卢超回禀：你买不买？不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。小姑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就是找捕蛇人，只要能捕到我们想要的蛇，报酬丰厚。有多丰厚？甘草想自己抓的那条毒蛇，不知道他们要不要。50两。什么蛇？黑眉锦腹蛇。那不就是他抓的毒蛇？50两。甘草不确定地问了一声。沈铎想，小姑娘就是好骗，那蛇在深山里，想抓到并不容易。1条。对。沈铎很确定地点头。那甘草把后面放的罐子往前一放。黑眉锦腹蛇。这次轮到沈铎懵了，还真有。小姑娘，你可不要骗人，那蛇可不好抓。我刚好捡了1条。捡的？沈铎想，你再给我捡1条看看。我放出来给你们看看。别！沈铎的脸色煞白。你们站前面。沈铎身后的人立马护在沈铎前面。胆小鬼。的确是黑眉锦腹蛇。卢超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沈铎也不尴尬。死了？活着的，过一会儿就跟之前一样了。你赶紧给放罐子里。甘草把蛇丢到罐子里，然后捧到沈铎面前。沈铎距离那罐子远一点，看了卢超一眼。卢超接过罐子。50两。给钱。卢超掏出1张银票。我要银子。甘草直接拒绝。卢超以为是村姑，没见过世面，就掏了1包银子出来给甘草。甘草掂量了一下，还差5两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差5两？属下身上的现银就这么多。你们谁身上还有？沈铎狐疑地看着甘草，这丫头到底是干嘛的？谢谢惠顾。甘草捧着银子，给个礼貌的鞠躬。哎，你要再捡到黑眉锦腹蛇，也给我送来。好。他终于有银子了，只是这银子要不要给他奶奶，或者说给多少？草儿，柳氏叫着回来，看地上光光的。蛇呢？卖了。哦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给卖了？卖了多少钱？我听说这2天镇上高价收蛇，1条能卖30文呢。奶奶，我们一边说。奶奶。甘草把钱袋子塞到他奶奶怀里。这是什么？哪来的？卖蛇卖的。甘草没给自己留，他想看看奶奶能给他留多少。他们要那条毒蛇，收给50两，我就给卖了，没卖便宜吧？哎呦，傻丫头啊！那些拿命做事的捕蛇人，1条蛇也就几两银子，少见的剧毒蛇也不过10两，你那1条卖了50两。他们可能是于大爷说的贵人。草儿，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银子你拿出来给我了，我肯定要用到家里的。我知道，只是这银子不能让家里别人知道。你4哥读书花钱，
到时候要进京赶考的话，更花钱，家里要提前准备着。现在你二哥又闹着分家，若是知道有这一笔银子，你二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你放心，这里我给你留10两，给你当嫁妆。奶奶，我想买点东西。你想买什么？看到甘草来药铺，柳氏想到甘草要给甘云买药的事，心想他真是一个好孩子。我要1副银针。药童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确定地看着他。什么银针呢？就是针灸的银针。哎，大夫，有人要买银针。孙文健有些慵懒地从里间出来。要什么？银针？对，就是针灸的银针。你要银针做什么？你们家有没有？小姑娘，银针可不是随便买着玩的，而且贵得很。多少钱？甘草就想要1副银针。10两。甘草看向他奶奶，想自己刚好有10两。孙文健一脸嘲讽地看着他们。这种穷酸的乡下人，别说10两，1两都拿不出来啊！买。孙文健眼睛亮了起来，抬手就要去拿银子。银针呢？银针可不是普通的东西，你们先把银子付了，1个月之后来拿。哼，没有银针就想收银子，做梦！那银针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买到的，你们要是不先付银子，那就别想买到银针。那只能证明你这里连银针都没有，还当什么大夫？奶奶，我们走。哎，孙文健那叫一个惋惜。等走远了，柳氏才小声说：“镇上东西不多，回头啊，咱们去城里，那里东西多，肯定能买到的。”那我能不能买一些糖？行，你想买什么都行。2个人买了糖，就去找曹氏。看到曹氏站在那里，不过山楂糕已经卖完了。娘，草儿，山楂糕卖完了？卖完了，一个贵公子全给买了。是不是穿一身葛金紫锦袍的贵公子？是紫色的。曹氏也不知道什么叫葛金紫。你认识？我的蛇也是他买的。这样，柳氏还以为甘草认识什么贵人了。这银子你收着，给3个孩子买点东西。这有1两，收着吧。柳氏示意。曹氏有点不敢拿。还是奶奶收着吧。回头你娘问起来，就说是我准的。看来这山楂糕可以啊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细一点的瓷培麦，还有糯米纸。行。我能不能给孩子买点糖？我买过了，2大包，都是给杨儿他们的。曹氏没想到甘草惦记着，感激地看了甘草一眼。得了好处，回头嘴都严着点儿，别在外面炫耀。本以为他们带的东西要1天才能卖完，结果不到中午就卖完了，就出去找于老头。找了半天，连牛的影子都没找到。这个于老头，莫不是去拉别人了？反正时候还早，不如我们走回去。也行。等于老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再说今天没太阳，也不怎么热，3个人就这样往回走。快到旧义庄的时候，甘草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人扁担上挂着一只细长的东西。奶奶，我们歇一会儿。你干嘛去？我就看看那个是什么。那我们歇会儿。老乡，你这水貂卖不卖？卖。多少钱？15文。老头一看真有人买。你还要不要了？要啊。那边他们还抓了几只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来。那你等着。你要这水怪干嘛？没有2两肉，皮子还做不了1条围脖。我有用。你要是想要，回头让你大哥下几个鱼笼，这东西偷鱼吃，容易钻到鱼笼里。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。你想买就买了。
那奶奶给点钱呗。甘草兜里如今只有15文了。还价，别让人给骗了。对哦。甘草想，自己怎么就不还价？曹氏心里惊讶，奶奶管家1分1毫都算得仔细，怎么给甘草钱袋子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？3个人正说着，远处走来一群人，领头的抬着猪笼，里面装了石头和一个捆绑着的女人。咋了？甘草好奇的想看。进猪笼有什么好看的？进猪笼？奶奶，让甘草看看也是好事。什么好事儿？若无男子，女子何以犯淫戒？出了事，却只把女子置于死地。草儿，你可千万记住了，不要犯这样的错。奶奶，我们救救他吧，没有律法规定要把人处死。律法没规定，但是族里的人确定了，县太爷也不会管这件事儿。甘草想去阻拦，他不能看着一个人就这样死在自己面前。你看见没？走在他身边的是他家人，他家人都要把他进猪笼，你怎么救？就在他茫然的时候，抬人的队伍已经走远，一直到拎了3只水貂的老头跑过来，甘草才回过神来。买的多了便宜一点，3只40文。行吧，行吧。付了钱，3个人继续赶路。曹氏担心地看向老太太，这孩子心善，没经历过这事儿吓的，晚上我给他叫叫魂就好了。等回到家，甘草默不作声地回自己房间。怎么了？三姐，我遇到进猪笼的了，他们真的要把人放在猪笼里淹死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儿，把你吓成这样。什么叫把我吓成这样？甘草看着他三姐那毫不在意的样子。你不要怕，被进猪笼的都是犯了淫戒的，那种女人就该死。若有一天我被人玷污，你们也会这样对我？甘草盯着他三姐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莫说被人玷污，就是坏了名声都不好嫁人。甘草知道他三姐的答案了。那他家人呢？他把甘家人当成他的家人。若他们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有了身孕，会不会冷漠地送他去进猪笼？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甘云觉得甘草的反应太大了。走了半天，我累了。草，杜氏在外面叫了一声。昨天有人去山里被蛇咬了，你们今天不要去摘山楂了。好。甘草应了一声。今天早上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吃肉了，而且二哥好像又和家人生气了。莫安哥哥，你看我这个绣的怎么样？我一个男子不懂这些东西，你和仙儿说吧。莫安哥哥是嫌弃我绣的不好。怎么会？实在是我真的不懂。甘草的心情不好，可是看到这样一幕还是有点想笑。谁？甘草慢慢地走出来。草儿也来了。我来找小翠。你也好久没找仙儿了，又和她闹别扭了？我和她向来不和，就是小翠总想让我们一起玩。仙儿有些任性，你不要和她计较。不来往就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甘草说着走到李小翠身边。你哥怎么样了？我哥吃着孙大夫开的药，看着好多了。李小翠不看甘草的眼睛。苏慕安就这样被忽略了，他有些尴尬地颔首离开。不管是李小翠还是甘草，苏慕安都没打算去。他想等他金榜题名，肯定有很多大家闺秀抢着要嫁给他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甘草又没打算给李来喜看病。那天我在月亮堤等苏慕安的时候就想通了，觉得我伺候不了读书人，就不喜欢他了。啊？你是不知道，因为我四哥读书，我家过得那叫一个紧吧。
我以后可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。啊，李小翠这样应着，心里窃喜。你喜欢他，就让你爹去说说，万一他进京赶考了，不是要耽误很长时间？我没有。李小翠还是否认。对了，那天我从月亮堤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说你在月亮堤等我，要不是我刚从那里过来，就相信他了。怎么可能？他认错了吧？可能吧。最近我一直好奇，还想去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可能是认错人了。那他为什么说是你？他骗人的，可能是知道我们两个关系好。也对，我还是叫上我哥去问清楚，万一他对你不利怎么办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天天晚上不出门，肯定不会出事的。小翠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就这样定了，我回家找我哥。李小翠想阻拦，可是甘草已经走远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甘草并没有走远，转身看了李小翠去的方向，跟了过去。甘草避开那些人，走了小路，然后看着李小翠进了李四娃家。李四娃是村里有名的无赖，但是他是李家人，父母双亡之后得了看宗祠的差事，天天游手好闲，人人嫌弃。想到李四娃的为人，甘草想，李小翠不会是打着帮他约苏蒙安的名头把李四娃给找过去了吧？难道原主怀的是李四娃的娃？想到这里，他转身回家。李小翠晃了好久，才把李四娃给晃醒。小翠儿啊，最近咋一直不见你人呢？你那天跟甘草说我在等他。什么等他呀？李四娃一脸迷糊。就是我让你去月亮堤那天。嗨，那天我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说着，摸着下巴。哎呀，你啥时候再把甘家那小妮子给骗去？你叔也老大不小了，也不能一直打光棍儿啊。甘草在骗我，那甘草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想到这里，他起身就走。哎，小翠儿！甘草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里人已经回来的差不多了。你去哪儿了？出去走走。甘云怎么觉得甘草是生气了？三姐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没有什么打算，大哥大嫂若不嫌弃，给一口吃的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你就没想过再嫁？你今天怎么突然说这件事儿？毕竟三姐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河里的女人也有再嫁的，但是能找到什么好人家？不是给人当续弦，就是那种一把年纪都还没找到老婆的。嫁给那样的人，不如不嫁。那换个地方好好生活呢？换个地方，能去哪儿？我一个女子，肯定不能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啊。去别的地方，肯定要被人欺负。城里呢？甘草觉得城里人多，机会也多一点。城里要查户籍，去得远了要有路引，不然我们县城的大门都进不去。甘草没想到会这么麻烦，怪不得他们家不想离开秋水寨。别想这些没用的，分家的时候都闹腾，等过一阵子就好了。甘草觉得自己好不了了。外面说着说着又吵了起来。什么男人啊你？草儿，那野猪是你发现的，你也坐在这儿。老二要分家，在这个家里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不是我，那你是不分家？要我说，这样的不孝子断绝关系，赶出去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就这么闹腾，老了还能指望？我没有。甘茂又想辩解，甘草更加觉得他奶奶不简单，做事这么果决，想得这么通透，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村里老太太。现在事实就是这样，你要分出去，应该是你父亲主持，但是家里的银钱都在我这里，
这些银钱也是一家人攒起来的，就坐在一起说。柳氏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，家禽牲畜也都在其中。如今你的房子还没有修，就全部折成银子分给你。柳氏说完，看着甘茂，你可有异议？没有没有。闭嘴！这里一共4两3钱，大部分是草儿发现的野猪卖的。如今这样分给你二哥，你可愿意？柳氏看向甘草，甘草想了想，如今这样分家，也是撕破脸了。不如连爹娘养老的事情也一并说一下。爹娘多少岁之后，二哥一家每个月要给爹娘什么东西？甘草慢慢地说，他并不想掺和这件事，但是问到他这里了，他总要发表一下意见。草儿说的对，那就你爹娘50岁之后，你们每个月给20文孝敬。20文？那他们活到7老80，我们得给多少钱？我们甘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毒妇？现在就诅咒公公婆婆早死！甘茂，这孝敬钱你可愿意？那要是生病了什么的，我可还要出钱。我一个人出。甘荣气得牙痒痒。自小一起长大的弟弟，平时都是让着他，现在说这话也太让人心寒了。大哥他自己说的。行，既然分了家，就各过各的，以后老四读书的钱也不用你出。柳氏可不想老四被他们两口子给赖上。那老四要是发达了呢？老四发达了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甘家的苦都让别人吃，肉都给你吃？那我以前有供过他呀。行了吧，就你做那点事儿，还不够你一个人吃饭的。甘茂有些不服，但是没有反驳。那这文书要再写一下，没有异议就让你爹去找李正来，你和林氏拿了银子就可以走人了。柳氏一点都不留恋，虽然说1个月每人10文，积累下来不少，但村子里60岁的人没几个，甘茂就痛快地点头答应了。甘泉就硬着头皮去找李正来当见证。李章这2天因为他儿子的药钱正头大，觉得甘家最近的事实在太多，来走了一个过场就要回去。李叔，啥事儿啊？其实来喜哥的伤只要养着就好了。甘草作为一个医生，还是提醒了一下。你懂啥呀你？那是我们李家的独苗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了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李章气呼呼地离开。甘草无奈地吐了一口气，这事他真管不了了。他一转身就看到二哥和林氏欢欢喜喜地离开。林氏路过甘草的时候，还冲他翻了一个白眼，那叫一个得意。甘草又无奈地摇头，能怎么办呢？人都是求什么得什么。等他回到家里，看到他娘坐在桌子那里，眼眶红着。曹氏在厨房做饭，甘草走了进去，看他拿着烧火棍发呆。大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今天柴火有点潮，不好生火。大嫂是在想二哥分家的事吧？大嫂放心，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日子总要有个奔头，万一你4哥成秀才了，咱家以后就要风光了。吃了饭，甘荣就又去地里看庄稼。今天分家，有些地也分给老二了。等到庄稼熟了，他们要自己收。你说他们夫妻俩这个时候出去能去哪儿？村里也有空的房子，先花点钱租一段时间，等他的房子盖好了，自己搬进去就行了。唉，村里这么分家，也没像我们家这样的。杜氏说着又开始叹气。甘泉知道村里分家没有这样分的，他想到这里，抬头看了甘草一眼。甘草坐在院子里发呆，他想自己怎么才能从这个家里分出去呢？草儿，
你看一下亮儿，我去河边把衣服洗了。你一会儿给鸡圈清理一下，粪堆到后面。带着练儿。杜氏叮嘱。杜氏看甘草一言不发，带着练儿去清理鸡圈，不自觉地多看了一眼。这丫头还真转性了。这几天闻着家里的各种味道，甘草也习惯这样的味道了。清理了鸡圈，把鸡粪拎到后面堆肥。谁知道移动一边的松毛，好几只蜘蛛跑了出来。娘！甘草看着那蜘蛛叫了起来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蜘蛛？一只蜘蛛怕什么呀？这蜘蛛有毒。别瞎说，睡觉梁上还不爬几只蜘蛛啊？你把肥堆好，去看鸡都进圈没有？杜氏说着就走。甘草看着那蜘蛛，蹲下仔细看了看，确定那蜘蛛有毒，然后回头看看他娘离开的方向。秋水寨的人都这么彪悍的，谁家房梁上都爬几只毒蜘蛛？想到这里，甘草去一边的干柴上抠松香。你干什么去？我甘家的儿子去林家像什么话？我去把他给找回来。你这是要闹到亲家去？分家了就各过各的，你就是当爹的也不用管。可是甘泉生气，林氏也就看中了那点银子，银子没了，他们就消停了。要是那些银子没了，他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都分家了，还管他们怎么过日子？甘草想，幸好不是说他。他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了，引得别人纷纷看了过去。这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地基这么湿。这2天闷得厉害，的确像是要下雨了。你们明天先去把半山那块苞米给收了。我今天去看了，要过2天才行。要是下雨怕发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甘草摩挲着林寒给他的玉牌，想着玉牌能卖多少钱。你睡不着？没有啊。要不是我回来，咱家也不会分家。三姐，你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你看二哥那样子，估计是想分家想了很久了。他不知道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，咱家日子就没法过了。他还是想多拿钱，根本没有想咱们家会怎么样。是一家人就要先往一处想，先往一处使。他们2个天天想着自己亏了，好像不管做什么都是为别人做的一样。那就分家让他们自己过。甘草说着有些生气了。甘云不说话了。哎，三姐，你认不认识常年卧病在床的人？咱们村春来他爹躺床上10几年了。我说的是年轻人。甘草想自己陈述的不够清楚。年轻人。甘云奇怪，你想做什么？甘草想救命之恩让对方以身相许，就他现在的情况，一定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才行。我就是问问。要说年轻人，泽庄有个叫段小光的，自小体弱多病，天天走路腰都站不直，家里花了大价钱给他找了个媳妇，他还打媳妇呢。没有成亲的。你这到底是要找什么？我不找了，睡觉。一大早，大嫂就起床准备一家人的吃食。甘草起床的时候，水已经烧开了，给你倒了热水，你快去洗脸。我们上午要去收苞米，你在家里把午饭做了给送去。一家人正在吃早饭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嚎啕大哭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春来家儿子死了，全身青紫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好好的怎么突然没了？杜氏想，春来也是可怜，有那样一个爹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儿子，就这样没了。甘草起身就往外走。你去哪儿？我就去看看。哪都不许去。你忘了李来喜受伤的时候，那些人是怎么说的？我得去看看他是怎么死的，万一村子里还有人因为这个原因死了怎么办？
那也和你没关系。奶奶，甘草看向柳氏，我和草儿去看看。杜氏还想阻拦，但是知道阻拦也没用。谢谢奶奶。李春来家也住在秋水寨边上，这会儿他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。怎么死的？不知道啊，昨天还和狗剩他们在捉泥鳅呢。这浑身青紫的，不会是被吸干了精气了吧？哟，咱们村是不是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众人探头议论纷纷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他怎么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不过柳氏在秋水寨是个能人，他要到前面，没人拦着他。春来媳妇，节哀。赵氏听到柳氏这样说，哭的声音更大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！甘草的目光却落在尸体上。我真是中毒了。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快出去！快出去！我就想看看吉娃是怎么死的。怎么死的？还不是你招的晦气给害死的。那天要不是甘草保他儿媳母子平安，又保住了他儿子的命，李章肯定要把甘家给赶出秋水寨。李正，吉娃死的蹊跷，我们要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村里别人再出事了怎么办？小孩子夭折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李章不想搭理甘草，一个黄毛丫头，动辄就敢和他叫板。你说是我孙女招来的晦气，又说小孩夭折很正常，这话里里外外都让你说了。我孙女也是为了咱们秋水寨好，不然在家里不出来，省得听你这埋汰话。李章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是他和柳氏比是后辈，也不好说什么。那看出点什么了？春来嫂子，我看一下。甘草掀开草垫开始检查，翻过吉娃身体的时候，赫然看到他后颈上有2个并排的伤口。不会是被蛇咬的吧？是蜘蛛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我们秋水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人群里难以置信。对啊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啊！我听说黑龙山深处倒是有这么大的蜘蛛。众人议论，也相信了甘草说的。李章觉得丢了面子，抬手就要去摸那蜘蛛。别摸，有毒。都死了，能有什么毒啊？那村里不会还有这样的蜘蛛吧？应该还有，不要靠近，就不会咬人。吉娃很有可能是睡觉翻身的时候压到了蜘蛛，就被咬了。众人点头。大家回去拿松枝熏一下屋子，床头放一些松蜡，蜘蛛就不会靠近。哎呀，都是苦命人。柳氏带着甘草离开，外面的人也纷纷离开。他们出门的时候，李四娃一个趔趄，差点撞到甘草身上。走路不长眼啊！不会走路就不要用腿了。李四娃一脸讨好的笑，他那是故意接近甘草的，娶不到家里能蹭一下也是好的。甘草这会儿头脑无比的清明，不是李四娃，那会是谁？那天在月亮堤的还有一个人。刘氏拉着甘草离开。草儿，你愿意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好。你现在名声不好，别人看不起你，要是你能力强，自然有那些好的人家娶你。只是这路不好走，你要顶住很多压力。刘氏有些心疼。也就这样的地方，把女子压得死死的。若是权贵人家，女子也没有这诸多限制。前朝有位皇后还是寡妇在家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奶奶知道富贵人家的生活，戏文里听的。甘草看他奶奶不想说，自己也就不问了。哎哎！沈铎看到甘草，老远就开始叫。甘草扭头看了一眼，奶奶，那个就是买了我蛇的公子。
柳氏打量了一下，沈铎已经跑过来了。漂亮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沈铎几分玩笑地说：“老人家好。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”我姓沈，叫沈铎。还不知道漂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甘草。甘草直接说：“姓什么？”沈铎想这丫头不实在。我姓甘，叫草。哦。沈铎不好意思了。你们来我们村干嘛？之前买了你的蛇，我就想肯定是这一带有蛇，就来找找这里的李正，看看能不能再收一些。哦。甘草想这货也不傻。要蜘蛛表，毒蜘蛛。毒蜘蛛？沈铎的眼睛亮了。要啊！甘草狐疑地看着沈铎，这家伙果真是找毒物的。那村子里突然出现这些有毒的东西，会不会和他有关？你是不是派人进黑龙山抓毒蛇了？甘草好聪慧啊！先前我派了几十个捕蛇人到黑龙山抓蛇，结果遇到了瘴气，捕蛇人死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跑了。我还以为这次要无功而返了。那你收毒蜘蛛多少钱一只？别人1两一只，你嘛2两一只，怎么样？沈铎表示，谁让你长得漂亮呢？好，奶奶，我们去找李正。哎，你不会想挣差价吧？沈铎叫了起来。这丫头看着不怎么说话，怎么感觉是一个鬼机灵啊？为什么不赚？沈铎听到他这样说，反倒笑得更开心了。公子，你这就是标准的冤大头。卢超有些同情地看着自家公子。你懂什么？有什么比美人一笑值钱？甘草一到李正家，就看到李正的手肿得像一颗馒头，还泛着青紫色。李章看到甘草也很尴尬。你来做什么呀？李伯可想好了，你这毒还在蔓延，就算人没事，手可能保不住了。甘草想，愚昧还嘴硬，活该受罪。你有办法？我试一下，拿一根棉绳，还有绣花针来。苗氏慌忙去拿，很快就拿了出来。手臂露出来。甘草连续按了手臂上的几个大穴，然后用棉绳把他手臂勒住。拿个碗。苗氏慌忙拿了一只碗出来。甘草刺破李章的手背，流出来的都是黑色的血。这一幕刚好被进来的沈铎看到了，眼睛都看直了。这丫头竟然这么厉害！拿纸笔来，麻烦写一下药方。甘草看向沈铎，沈铎连忙坐下帮着甘草写药方。他也学过一点医术，这用的都是普通的药材，不过配方是真精妙。让人去镇上抓3副回来。苗氏不敢耽误，慌忙请人去镇上抓药。等放了血，李章的手看起来好多了。这位公子有什么事儿啊？听说你们村有毒蜘蛛，我愿意1两银子一只购买。我出1两1钱。甘草当着沈铎的面截胡。沈铎看向甘草，甘草那叫一个得意。哎，好，我这就让村民给公子找。李章一脸激动，没想到这毒蜘蛛这么值钱。那就有劳李正通知村民。李伯，我出1两1钱。你们甘家有钱吗？沈铎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。甘草扭头看向沈铎，气呼呼地离开。他一进家门，就看到他奶奶坐在屋檐下面，好像是在等他。奶奶，李正没答应帮你收毒蜘蛛吗？他之前抓毒蜘蛛手中毒了，我还帮他解毒了呢。受人以恩，不能图报。我没想到他会报答，就是沈铎出1两，我出1两1钱，他还是选择跟沈铎合作。女子就是会被这样对待，你可怕了？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这样赚钱的机会不多。那就去争。奶奶要去干嘛？
你直接去村里人手里收。你说李章手中毒了，抓那毒蜘蛛应该十分危险，你知道怎么抓吗？知道。你直接去村民手里收，告诉他们怎么抓。柳氏说着，拎着铜盆就出去，甘草跟着就出去。大家伙儿，我甘家收毒蜘蛛，1两1钱1只，愿意抓了卖给我们甘家的，我孙女会告诉他怎么抓。1两1钱1只，那毒蜘蛛竟然那么值钱！众人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这个时候，李章也过来了。哎，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甘家收蜘蛛，1两1钱1只。他们甘家有钱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人又跑不了，我出得了这么高价，自然是做得了这件事儿的。对啊。一边的人点头。我这里啊，有个贵公子收毒蜘蛛，虽然是1两银子1只吧，但是拿了蜘蛛就直接给现银。你那手在春来家里摸了毒蜘蛛，这会怎么样了？柳氏知道这些人都惧怕李正，毕竟村里大部分事情都要李正出面。已无大碍了。李正缩了一下，把手藏在袖子里。看来我孙女的医术就是厉害，不然你这只手可要废了。柳氏想，李章既然不知好歹，自己就得让他记起拼命柳三娘的名号。